重生威震天。进攻！呼呼呼呼！ Hello， 大家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一款变形金刚玩具，它除了拥有变形玩法之外，还拥有弹射功能、语音识别、红外遥控、电动行走和高压放电、电弧打火，那么这款玩具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那么这一期我们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塑料制10周年的纪念作，我们塑料制自制的 PBMX15博派的秘密之司令官，狂派的暗之破坏大帝，逆转擎天柱，或者叫重生威震天。好的，那么眼前看到就是我们塑料制自制的这款逆转擎天柱它的一个玩具实物了。那么跟不了解的观众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角色啊。那么逆转擎天柱这个角色呢，它呢是出自于变形金刚 Roboto Masters 系列，国内翻译叫做机动战记。那么这个角色它非常的特殊啊，它既是博派司令官擎天柱啊，也是狂派的破坏大帝威震天。那么按照 2M 系列当年的设定啊，这个逆转擎天柱他本人呢是出身于行星 Beacon 上的一名战士，同时呢他呢也是能量体工学方面的权威。后来呢，他被记忆的威震天啊给杀死，记忆威震天啊附身到了他的这个身体上啊，也就是说被夺舍了啊。那么在原版漫画中啊，他呢就先以这个逆转擎天柱的样貌啊接近其他人，将其诱骗到狂派设计好的一个陷阱中。随后呢，他就露出了原本威震天的一个面貌啊，跟霸天虎啊一起啊围殴汽车人，最后呢也是被主角团打败然后逃走。后来官方补充了一个设定啊，就是逆转擎天柱啊，他原本的这个人啊是属于擎天柱议会的成员之一啊，也就是说他跟这个白狮和猛犸以及这个火焰仔呢是同事。那么他原版的玩具呢是05年发售的啊，是改模重涂自 G2 系列的英雄威震天。这个模具放当时来讲已经设计的非常优秀了啊，所以官方也是重涂了很多次。那么同时也是自打我有记忆以来啊，最早接触到的第一个变形金刚的玩具。就是它，我对它的这个模具啊还是相当有情怀的啊，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就特意选择了它作为我们塑料制10周年的纪念作。その通り、次元センサーに奴の動きが反応したため、この世界へと追ってきたのだ。好的，那么我们说回到这款玩具，我们这一次呢是选择的按照原版玩具的一个造型，结合上它峰会中的一个形象啊，去进行一个设计的。身上的细节呢也是保留了原版玩具的设计的精髓，并且呢也修改了原版玩具比较五短的一个身材啊，让它的这个身材呢显得更加的修长。整体的造型从正面来看呢还是相当的帅气的，转到侧面来看啊，整个身材呢也是前凸后翘啊，前胸凸腿肚子翘啊，并且可以看到它几乎是没有任何背包的。转到背面，整个造型呢就是这个样子。原版它由于变形设计的缘故，非常镂空的一个小腿呢，这次呢我们也是加了一个盖板进行填补。逆转擎天柱它的头雕设计呢，整体呢是非常帅气的，并且呢还透着一股凶狠的气息啊。那么这一款呢，我们也是给它还原出来了，它的眼睛包括头顶天线的部分呢是有这个红色涂装的，头雕下方脖领子的这块位置呢是有汽车人的标志。值得一提是啊，我们这款头雕呢是按照它原版动画以及漫画中的造型去进行设计的啊。那么原版玩具呢跟它这个造型呢是有不一样的，同时呢我们也制作了一款还原它原版玩具造型的头雕啊。也可以给它替换上，我们可以看到两款头雕造型呢是有不同的。那么关于它原版玩具最经典的一个换头的玩法这一款呢我们也是有给它还原的。先将它这个一侧肩炮这个盖板呢给它翻开，可以看到有这么一个空洞，我们将它上方这个盖板呢也给它掀起来，将这个逆转擎天柱的这个头雕呢给它翻过去，给它卡住，再将上方那个盖板呢给它塞回去。好，然后我们再将这块灰色的盖板呢给它旋转过来，再将隐藏在后边的我们这个威震天的头雕呢给它旋转过来，再将这个盖板呢给它转回去。好的，好，那么这样子我们的逆转擎天柱呢就变成了我们的重生威震天。可以看到我们的重生威震天它的这个表情呢就非常的凶狠，同时呢也有我们 BW 系列经典的这种呲牙咧嘴的表情啊。
那么同时它脖领子前方的标志呢就变成了霸天虎的标志。这一次我们的逆转千柱和重生威震天啊，它的这个身高呢到头顶呢一共是30公分左右。我们拿出一款官方 D 级别的玩具来对比一下啊，可以看到那么 D 级别的高度啊也才到达它膝盖的一个位置啊。我们再跟官方以前的 L 级玩具来对比一下啊，可以看到那么以前的 L 级的这个身高呢也就才刚刚到达它裤腰带的一个位置啊。我们也是直接拿出官方泰坦级的玩具来对比一下，可以看到啊，泰坦级星际千柱呢，比起它呢就要高出来了2个头的一个高度了啊。那么这2位啊，一位是咱们 G1 擎天柱本人啊，一位是咱们 G1 威震天本人啊，这2位宿敌啊，今天也是以这种莫名其妙的方式同台了啊。那么也是由于我们重生威震天啊，这次它的一个体积呢非常的巨大啊，这一次我们也是将它啊全身呢加入了大量的齿轮关节。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它的一个可动性。首先头腰部分啊可以360的平转，没有任何问题。那么肩膀部分啊可以实现一个360度的旋转啊，我们也是采用了一个齿轮关节的设计啊，可以看到也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段落感的。那么手臂侧身，首先它原本的这个变形关节呢可以实现一个90度的水平侧身的。那么同时它的肩膀部分呢啊也是给它做出了这么一个侧身的齿轮关节。那么另外一边呢也是一样啊，这个声音呢还是非常的清脆的。手肘关节，也是一个齿轮关节，可以听到声音呢也是非常的清脆啊，可以实现一个90度的曲肘。那么手肘的平转，这个呢就并不是齿轮关节了啊，可以实现一个360度的平转。那么手腕部分也是可以实现一个360度的旋转的啊。那么这一次呢是采用了一个4指连在一起的可动啊，可以张开和闭合。它的腰部啊也是可以实现一个腰转的。可以听到啊，也是一个弹簧齿轮关节，声音非常的清脆，能够实现一个360度的水平腰转。那么大腿根部也是一个弹簧齿轮关节啊，可以实现一个标准的前踢后踢啊，90度，没有任何问题。也是有非常明显的这种段落感的。那么侧踢的话呢，就并不是齿轮关节了，是一个螺丝关节，可以来手动调整它的一个松紧度。大腿的平转依旧是一个弹簧齿轮关节，可以实现360度的水平旋转。那么膝关节它呢是一个双动关节，首先下方呢是一个弹簧齿轮关节，可以实现一个90度的屈膝。那么上方呢是一个螺丝关节，整个紧实度呢也是非常的紧的啊。那么两段关节一共可以让它实现这么一个将近180度的一个屈膝啊，这个范围呢还是非常大的了。脚板部分正常状态下呢就是这种的绷直的啊，没有任何可动性啊，也是为了考虑到它站立的一个稳定性嘛啊。那么其实我们也是有给它设计出这个接地性的啊，首先需要先将它前边的这一块盖板呢给它搬上去，那么再让它小腿后方的这个盖板呢给它松开，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脚板呢就能够实现一定范围的一个往内侧的接地了啊，这个范围非常小了，但已经是够用了。那么武器方面，首先就是它肩膀上的这一管巨大的大炮了，叫做 Mega Blaster。原版的它的这个肩炮呢是拥有弹射的玩法的，那么这一款呢我们也是给它还原了，并且呢可以实现一个短距离和长距离的射击。那么我们将它这个炮弹呢给它装入然后上膛发射，那么短距离的射程呢是有1米多啊，长距离的射程我这个桌上就展示不开了，等待会儿变成载具形态下，我们再来给大家进行一个展示。除此之外，它的另一把武器呢，就是这一管叫做 Libas Blaster 可以翻译成叫做逆转爆裂枪。这把枪呢，我们也可以让它进行一个握持的。这个尺寸看上去呢也是非常具有威慑力的。那么这把枪的厉害之处并不仅于此可以看到它比原版的枪呢是要大了不少的是的，没错它的这把枪呢是可以实现一个高压放电电弧打火的。我们也可以将它给转过来，将它的这2个这个类似于天线一样的一个东西我们给它打直。那么握持上之后呢，就是这么一个效果了。当然，它前方这个天线呢，可以任意进行弯折可以给它弯折成这么一个大钳子的一个效果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演示一下它的一个放电点火的一个玩法。好，首先呢，我们需要先将它顶部的这个灰色盖板呢给它掀开，可以看到里面有这么一个电池仓，我们需要拿出这么一节18650电池给它安装上，再将它这个盖板呢给它盖回去，然后把它这2根天线摆成你喜欢的形状那么接下来就可以进行一个点火了注意了以下情节非常危险，小朋友们千万不要模仿。好，准备3、2、1，点火。可以看到中间呢是产生了一段高压电弧的。
中间这一段小小的电弧啊，它虽然电流非常小，但是它拥有2万伏左右的高压。好，我们拿出一张卫生纸啊，来试一下，准备开始，看一下能否点燃呢？喂，呜呜呜，好吧，这个还是相当危险的啊，差点把我手给烧着了啊。好，那么我们再来换一张 A4 纸啊，来试一下，看看它能否点燃呢？准备开始。哇，烧起来了，烧起来了！哇靠！好吧，我们再来换一个塑料片啊，来试一下，看看能否点燃啊。准备点火。哇！可以看到啊，直接将这个塑料薄片给融化掉了啊。好，我们再来拿一根木棒啊，来试一下，看看它会是什么样的效果啊。准备开始。哇！可以看到接触的瞬间就给烧糊了。哎呀，着了！靠！我们足可以看得出来它的一个火力还是相当猛的啊。那么最后我们也是直接拿出一个塑料零件啊，来试一下，看看是什么样的效果。准备3、2、1，点火。可以看到啊，这个塑料呢是将其表面给融化掉了。可以看到啊，已经是将这个塑料给融化了啊。当然，这时候可能就会有好奇的兄弟们会问了啊，既然它的这个火力非常的猛啊，那么它如果要是接触到人的身上，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效果呢？当然，我可以跟大家描述一下这种感觉啊，就如同一个人拿着一个生锈的螺丝刀，然后捅进你的手臂啊，在不断的挑弄你的筋一样啊，这个非常的酸爽啊。当然，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啊，因为我也是一个好奇宝宝。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演示一下它的一个语音识别的玩法。是的，没错，看我之前视频的朋友们都知道啊，这个呢是我们为官方泰坦级星际擎天柱制作的一个遥控通讯指令器，可以用来跟星际擎天柱进行一个对话。既然可以跟擎天柱进行对话啊，那么他作为威震天本人啊，也是可以跟他进行对话的。好，那么我们就直接来试一下，可以直接叫他的名字，重生威震天。当然，你也可以假装不知道啊，叫他的另外一个名字，逆转擎天柱。好，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一个对话了啊。上啊，逆转擎天柱！你到底是谁？上啊，重生威震天！打开空调。制冷模式。制热模式。关闭空调。那么同时，在它的载具形态下，我们也是可以通过它来遥控其进行一个电动行走的。那么我们先来展示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吧。它的一个变形步骤呢除了少部分改动之外，整体上跟原版是一样的。首先呢，我们需要先将它的这个整个头雕连同它这个炮台呢往右侧这么一动。好，接着我们将两侧这个灰色盖板呢给它立起来，将它背后的这个蓝色盖板呢给它掀开，然后将它整个上半身往上进行一个90度的旋转。好，然后对它的脚部进行一个变形我们先让它的脚底板呢往外侧进行一个90度的翻折，然后将它前端的这个卡扣呢我们给它翻出来，将它的一个脚尖部分呢进行一个180度的翻折给它收纳进去，然后再让它小腿后方的盖板呢我们给它掀开。那么另外一条腿呢也是同样的一个变法将它的脚底板呢给它翻开，卡扣翻出来，脚尖给它翻折进去，后盖板给它翻开。好的，那么接着呢，我们就可以转动它膝盖的这个齿轮关节，将它整个大腿呢给它翻折到小腿里边，同时将它脚底一侧的这个卡扣呢对应了它躯干一侧的这个凹槽我们给它卡住。那么另外一侧呢也是同样的一个变法，
我们给它翻折上去。好，然后将这个卡扣呢卡到它躯干两侧的这个凹槽中。最后我们将它小腿后方的这个盖板呢，我们给它盖住，两条腿进行一个左右的合并。人形背后的这个盖板呢，我们给它放下来。接着将人形态的头雕呢，我们给它转动到后边去收纳起来，将两侧这个盖板呢给它放下来。接着我们再让它整个炮台呢移动到中间的一个部分，将它这个手臂部分呢往后进行一个旋转，用它根部的这个翻折关节往上进行一个90度的翻折。然后将它人形态小臂外侧的这个蓝色的装甲呢往下进行一个拉伸，再让整个小臂部分进行一个90度的旋转。另外一条手臂呢也是同样的一个变法先进行一个旋转，然后往上进行一个翻折，再将小臂的一个外甲呢往下进行一个拉伸，然后整个小臂进行一个90度的旋转。最后我们拿出它的这把大枪将它前方这两个炮管呢对应着它这个肩炮的后边就将我们两个凹洞，我们给它卡上去，同时将盖板两侧的这个卡槽呢给它卡入武器两侧的这个凹槽内，两侧给它卡住，然后将手臂内侧的插装对应着它炮身两侧的这个插口插上。好的，那么我们的逆转擎天柱或者叫重生威震天，它的一个坦克形态呢，就算是变形完成了。它这个坦克的原型呢，跟 G2 威震天一样是采用的美军的埃布拉姆 M1A1 主战坦克，只不过逆转擎天柱它这个坦克呢是进行了大量的改装的那么我们塑料制的这一款整体也是还原自它原版玩具的一个载具造型前方坦克的这两个车灯呢也是有给它进行一个黄色的涂装。人形态下的一个肩炮自然就变成了坦克形态的一个主炮了。众所周知坦克是没有后视镜的但是坦克呢它是有天线的原版的这个玩具呢它并没有还原出来这一点。那么我们塑料制这一次就将它枪形态下原本用于放电的两根导线变做了它坦克形态下的两根天线。整个坦克形态它的一个一体性呢还是相当不错的跟一块大板砖似的。好的那么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它坦克形态下的一个火力我们可以拿出这么一个长条状的物体当然拿一节管或者是一节流道也可以我们给它塞进它这个炮管中，当做这么一个导弹按动它炮管一侧的这个扳机蓄力。好，然后我们松开就可以进行一个发射，3、2、1，发射。可以看到这个速度呢还是非常快的或者呢，我们也可以用这种圆形的 BB 弹给它塞进它的一个炮管中然后呢给它上膛，3、2、1，发射！也是可以发射出去的。那么这个是它近距离发射的模式。那么远距离发射模式的话，我们就需要也是拿一个长条状物体给它塞进去，然后我们同时往回拉两侧的这个扳机，给它拉到底。那么接着我们再松开进行一个发射就是这么一个远距离射击效果了。我们来试一下，3、2、1，发射！好，我们也是拿一个纸盒子来试一下它远距离射击的一个威力。好，导弹装填。好，装填完毕，准备3、2、1，发射！可以看到直接钉到这个盒子上了这个力度还是相当猛的好，我们再来试一次装填导弹，3、2、1，发射！可以看到依旧是钉到了这个盒子上好的，我们把镜头转移到地面上可以看到我们前方在1米开外的距离呢，我们架设了这么两个纸盒子当做目标物。我们先来试一下，看看它这个近距离射击能否击中。装填好子弹，准备，3、2、1，发射。好，可以看到是刚刚好能够碰到我们那个纸盒子好，那么我们再来换远距离射击来试一下，准备，3、2、1，发射。好，可以看到又是直接钉到这个盒子上了。这个发射的威力确实还是可以的只不过这个精准度不太好控制，当然毕竟是一个弹射的玩法好的，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它红外遥控电动行走的玩法。它的电池仓呢是在人形态下的背部我们将它后边盖板掀开，将背后的这块灰色的盖板两个螺丝呢给它拧开之后，就可以将整个盖板呢给它翻开就可以看到我们内部的一个电路的结构了那么它用的呢是一个5伏1000毫安时的可充电电池组。没有电了的话，我们可以将它给它拔下来，通过一边的这个 Type C 充电口可以进行一个充电。好，我们将电池呢给它安装上，盖好盖板，然后将它腰部一侧的总开关给它往后一拨，就可以启动了。好的，那么这样子在它的载具形态下就可以进行一个红外遥控电动行走了。我们来试一下
重生威震天，前进，后退，前进，后退，停下。好的啊，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速度呢还是比较快的啊。那么我这个小桌子上呢确实跑不开，我们也是将它啊转移到地上啊来进行一个展示。好，现在我把战场转移到了地面上啊，我们来进行一个演示。重生威震天，进攻，撤退，停止，前进，后退，停止，重生威震天，进攻，重生威震天，也就是逆转擎天柱呢，正在气势汹汹的朝我们开过来啊！那么究竟谁能与之抗衡呢？星际擎天柱，星际擎天柱出发！好的啊，经过一番紧张激烈的交锋之后啊，也是最终得出来了结果。在动力方面啊，我们的星际擎天柱啊是要优于我们的重生威震天的啊，但是在这个速度方面啊，我们的重生威震天的速度呢是要比星际擎天柱要快一点的。好的，感谢我们星际擎天柱大哥的友情出演啊，您可以先回去了。好的，那么通过这一个指令系来同时操纵2个巨大的载具啊，还是非常的畅快的啊。那么由于这一次是采用红外线进行遥控的一个方式啊，那么除了可以通过语音进行控制之外啊，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普通的遥控器进行一个遥控。好的，那么这一期呢就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塑料制自制的这款逆转擎天柱重生威震天。那么作为我们塑料制10周年的纪念作啊，整个可玩性我们也是直接给它拉满了啊，整体玩法非常丰富。虽然由于设计的比较匆忙啊，整体呢还是存在着一些个缺陷的啊，但是整个的表现个人已经是非常满意了。那么这一次企划也算是对于我们塑料制这10年来的最好的总结和诠释啊，也算是用我个人的方式啊，对于我的童年的进行了一次补完。我最后呢也是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们、各位兄弟们一直以来的支持，感谢变形金刚。好，那么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